1949年，蒋介石率领国民政府败退台湾，许多人只知道他运走了大量黄金和故宫国宝。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当年随他来台的10大国宝级人物，对后世的影响比黄金还珍贵。这份绝密的抢救学人名单，汇集了民国最顶尖的学术与文化精英，他们每一位都举足轻重，个个影响深远。而排在最后的一位，他临终前留下的肺腑遗言，更是让人瞬间泪崩。今天就让我们深入聊聊这10位国宝级人物的传奇故事，真相远比教科书记载的还要震撼。首先登场的是胡适，他是北大校长，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当时学术界的声望如日中天。蒋介石点名要把胡适救出大陆，名列抢救名单第1位。可是共产党怎么可能轻易放走这位文化巨擘？他们派出胡适的学生兼好友历史学者吴晗当说客，想劝胡适留在北平。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吴晗苦口婆心劝老师别走，说新政权愿意让胡适继续当北京大学校长，还兼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地位显赫，待遇优渥。胡适会答应吗？他的回答斩钉截铁，只有一句话：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直接当面回绝。这短短10个字有如当头棒喝，让吴晗哑口无言。胡适太了解学生口中的新世界是怎么回事了。果然，他后来还托人带给吴晗3句话，至今读来振聋发聩：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共产党来了，没面包也没自由。这番话一句比一句重，一语道破集权的真相。胡适敏锐地预见了共产党治下面包和自由将双双失去的未来。中共软的不成又来硬的，甚至透过电台公开利诱胡适，承诺给他更高的荣誉职位。面对诱惑与压力，胡适异常冷静，只淡淡笑着反问：他们要我吗？短短5个字，饱含着他的不信任与决绝。胡适心中早有定见，他宁可背井离乡，也绝不留下接受虚假的荣耀。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2次致电催促胡适。很快，蒋派出的专机冒着战火飞抵北平接他。临行前，胡适还努力劝说身边挚友一起走。他劝辅仁大学校长陈元一同南下，但陈元摇头拒绝。更让胡适心碎的是，他自己的小儿子胡思杜执意不肯走，天真地说：我也没啥风险，就留在北平吧。胡适或许万万没料到，10年后，儿子竟会以一根绳索结束年轻的生命，为当年这个决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58年前后，大陆反右斗争和饥荒狂潮卷走了无数知识分子的生命，胡思杜就是其中令人唏嘘的一个。他用自杀印证了父亲当年的警告。最终，胡适登上了飞往南京的专机，同机的还有毛子水、钱思亮等少数几位教授。大部分座位其实空着，因为更多的人选择留下。然而现实的残酷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那些留下的大师们，多数在随后的政治风暴中遭遇了劫难。反观胡适，离开故土虽然痛苦，但他保全了自由之身。后来他辗转赴美，在国际学术界继续发光。1957年，胡适受聘回到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把民国以来的学术传统在台湾发扬光大。他倡导自由主义思想，延续了中华文化中最宝贵的理性精神。教科书上怎么描述胡适？在中国大陆的课本里，他常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甚至被批评为美帝走狗。但真相是，他用惊人的远见洞察了集权的本质，并用行动守护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之火。如果没有胡适当年的决绝，也许今日两岸的文化版图将截然不同。台湾能在战后迅速建立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胡适功不可没。这位思想巨人痛斥谎言的勇气远胜任何头衔。他临走时那句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至今犹如洪钟，在历史长空中回响不绝。再来看看傅斯年，他被誉为大炮般敢言的史学家，也是参与策划抢救学人计划的重要人物之一。1948年底，蒋介石密令教育部协调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组成小组，筹划将大陆的顶尖学者转移到台湾。傅斯年本身就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又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
影响力极大。他原本可以留在北平，享受新政府给的虚职高位，但傅斯年跟胡适一样，看穿了红色政权的本质，毅然选择离开故土。来台后，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决心延续中国学术的命脉。他那副快人快语、嫉恶如仇的性格一点没变。接下来这段故事充满传奇色彩。1950年，傅斯年去出席台湾省议会，向议员们报告台大的校务情况。他力争允许更多家境困难但优秀的学生入读台大，希望政府资助寒门子弟完成高等教育。岂料当场有权贵议员冷嘲热讽，认为穷学生上大学是浪费资源，言语之中充满傲慢。傅斯年一听就怒了，他当即拍桌反驳，在议会上怒斥权贵的势力和短视，为弱势学生仗义直言。当时会场空气瞬间凝结，所有人都被这位校长的胆识镇住。傅斯年慷慨激昂，毫不退让，甚至气得满脸通红，胡须直颤。然而就在他言辞最锋利之时，突发脑溢血，整个人倒在了会场。医护人员赶来抢救，终究无力回天。傅斯年当晚与世长辞，年仅54岁，壮烈地倒在了捍卫教育平权的战场上。消息传出，全台湾为之动容，学生们自发为副校长举行追思会，感念他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风骨。傅斯年的墓园就坐落在台大校园一隅，据说墓碑设计的核心元素象征着他当年在议场为学生据理力争的勇气。后人走过校园，仍可瞻仰这座默默矗立的坟茔，仿佛看到副校长当年挺身而出的身影。有人感叹，台大的地标建筑不少，但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傅斯年用生命树立的丰碑。对比彼时大陆，许多大学校长和教授虽然留了下来，却在政治运动中饱受羞辱晋升。傅斯年这样的血性和勇气，在大陆再也看不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哪容得知识分子公开顶撞权贵？那些没有逃出的教授，不是被批斗，就是挂冠隐退。而傅斯年用生命捍卫了学术独立和教育公平的尊严。大陆的教科书可能只字不提傅斯年的台湾岁月，只强调他在北大的往事。然而历史不会忘记，他是用大炮式的蛇锋挑战集权的学人，也是用热血和生命捍卫学生权益的斗士。傅斯年在遥远的台湾为中国的教育播下了一颗平等自由的种子，这颗种子如今已蔚然成荫。在台湾，他的精神化作校训，一天只有21小时，这是副校长生前的幽默名言，意在勉励学生勤奋治学，因为剩下1小时要用来思考。今日的台湾学子仍能从中感受到这位先贤的殷切期望。傅斯年以殉道者的姿态谱写了一曲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其壮举足以让史册为之动容。说到学术泰斗，就不能不提清华大学的长期掌门人梅贻琦。他有一句名言广为流传，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之所以为大，不在于堂皇的建筑，而在于有大师在其中。梅贻琦本人正是这样一位将毕生奉献给教育的大师。1949年，北平即将易帜，新政权其实很希望梅贻琦这样的教育界权威能够留下。然而梅校长却悄悄做出了一个让很多学生不解的决定，南渡台湾。临别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原来，梅贻琦胸中牵挂的是清华大学的珍贵教育基金。清华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来自当年庚子赔款设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累积了上千万美元的资产。战乱中这笔钱成了清华复苏的生命线，也成了梅贻琦最大的牵绊。他深知若留在共产党治下，这笔教育基金难逃被挪用吞没的命运。于是他顶住各方压力，义无反顾离开北平，带着基金的相关档案账册踏上南下之路。想象当时的情景，清华园内学生们哭着拦住梅校长，苦苦哀求他别走，但这位平日和蔼的长者眼神坚定，心意已决。他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哪怕承受骂名，也要守护清华的未来。梅贻琦此举可谓负重前行，他独自扛起教育的重担，远赴美国暂管清华基金数年。在美期间，他节衣缩食，将每一分资金用在刀刃上。有人笑他太抠门，
但梅贻琦回答说，这是清华学子的救命钱，我一分都不能浪费。1955年，梅贻琦受台湾当局再三敦请，带着妥善保管的清华基金利息回到东方。他在台湾新竹创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随后复校建立了新的国立清华大学。要知道，彼时的大陆清华已被共产党重组拆分，沦为一所侧重工程技术的院校，传统的文理学科几乎被砍掉殆尽。而在台湾，在梅贻琦的主持下，新竹清华从零开始发展出理工、原子科学等尖端领域，日后还培育出诺贝尔奖得主。可以说，梅贻琦以一己之力让清华在台湾凤凰涅槃，并延续了清华又红又专、知识上精深、人格上独立的精神脉络。更令人敬佩的是梅贻琦的清廉与无私，他一生奉公守法，对自己要求极严。1962年，梅贻琦在台北病逝，办后事时，家人打开他的手提箱，里头竟只有一本本厚厚的账簿，记录的全是清华基金的使用情况，而私人存款几乎为零。原来，梅校长为了教育事业，不仅分文不取，还时常贴补学校。他走的时候两袖清风，真正做到了君子忧道不忧贫。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一个终身为教育奔走的人，竟连给家人的积蓄都没有留下。这情景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能说明他的品格。梅贻琦护校如命的故事，在大陆几乎听不到，课本里的他可能只是一笔带过的校长名字。然而在台湾，他被学生们尊称为梅校长，视为精神导师。他的遗孀后来回忆，梅校长生前常说，学生的成就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正因为有这样一位校长，动荡年代的知识血脉才得以延续。试想，如果没有梅贻琦奋力守护那笔教育基金，清华的香火或许早已断绝。不仅如此，他为台湾高等教育奠定了现代化的制度基石。今日台湾的大学体系依然能看到梅贻琦当年画下的印记，重视学术伦理，教授治校，资源用于育才而非挥霍。这些理念在他手中生根发芽。梅贻琦以实际行动阐释了何谓大学之道。他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用毕生心血铸就了一座教育丰碑。国共内战那场文明的赌局中，他选择带着文化的火种远走他乡，最终这把火在台湾熊熊燃烧，照亮了整整几代人。岁月可以磨灭许多名字，但永远磨灭不了梅贻琦大师的初心与风骨。蒋介石带来台湾的人才中，有一位的身份极其特殊，他不是学院里的教授，也不是科技专家，而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嫡系传人。这就是孔德成，至圣先师孔子第77代嫡长孙，被尊称为末代衍圣公。他的一生见证了传统与现代中华文化命运的巨大转折。孔德成自幼肩负着沉甸甸的家族使命，早在民国初年，他年仅8岁时就上书政府请求废除衍圣公世袭爵位，认为共和时代不应再有世袭贵族。蒋介石当时深为感动，觉得孔门道统不可废，遂改封小小年纪的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这个头衔虽无实权，却标志着孔子祭祀血脉的延续。可以说，孔德成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视为中华文化道统的化身，以致他降生时北洋政府派军队保护产房，鸣放13响礼炮庆贺圣意降生。抗日战争期间，日军逼近孔子故里曲阜，蒋介石非常清楚孔府和孔庙对民族精神的意义，特别派出军队护送孔德成一家离开战区。所幸日军在占领山东后，对三孔、孔府、孔庙、孔林还算克制，曲阜的古迹文物在日战时期大体保存了下来。然而好景不长，战后局势急转直下。1949年，共产党的镰刀即将挥向传统文化的根基。蒋介石深谋远虑，他除了关心军政要员的安危，特别下令孔圣人的后代一定要带走。当时孔德成本人正在美国访学，国民政府火速通知他赴台就任考试院院长，带着对故土的无限牵挂，孔德成远渡重洋来到了台湾。与他同时抵台的还有孔府珍藏的25箱历代文物典籍。据说途中甚至发生了小插曲，有几名押运宪兵竟意图劫持孔府文物去变卖，
所幸被保护人员及时制止。就这样，孔子后人的血脉和孔府的重要典藏一起，惊险地转移到了海峡彼岸。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大陆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5、60年代，共产党掀起批林批孔浪潮，孔子被辱骂为孔老二。1966年文革爆发，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涌入曲阜，破四旧孔庙的匾额楹联被毁，孔林内孔子及衍圣公历代墓碑遭到砸烂，甚至孔子衣冠冢也被挖开，弃骨扬灰。那是一场彻底的浩劫，中华几千年来尊孔敬祖的传统一夕崩毁。然而在台湾，彼时身为考试院长兼奉祀官的孔德成，穿着长袍，依旧每年主持着春秋两祭典礼，祭祀孔夫子与历代先祖。他亲眼目睹故乡道统横遭厄运，更加坚信道统不灭四个字，只要血脉还在，礼乐还存，正统文化终有复兴之日。孔德成在台湾除了承担政务，毕生致力于传统文化教育事业。他主持编纂四部丛刊、儒藏等大型古籍集成，把散落各地的儒家典籍重新汇整刊印，供后世研读。在他的推动下，孔庙祭孔典礼在台湾得以延续。每逢孔子诞辰，以最高规格举行式典礼，礼乐声韵，仪式庄严。这不仅是对圣人的纪念，更是对传统的坚守与延续。岁月荏苒，孔德成先生终其一生未能踏上故土。他常说自己生在大陆，却老死他乡，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也深深明白，如果当年留在大陆，结局或许更加凄凉。大陆改革开放后态度转变，开始重修孔子牌坊，设立孔子学院，但那是在经历过文化断层后的亡羊补牢。而台湾因为有孔德成这样的人存续道统，传统文化从未中断。1991年，孔德成以92岁高龄寿终正寝，他的灵柩安葬于台北的大屯山，居高临下眺望西方故土，陵墓前立着一块石碑，镌刻着他晚年写下的一首绝笔诗：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每一字每一句都浸透着一位游子对故土的眷恋与悲痛。多少人读到这首诗，无不潸然泪下。孔德成和他的祖先一样，用生命诠释了家国情怀四个字的分量。大陆教科书或许避而不谈孔德成，但不可否认，他将中华文化最深厚的根带到了台湾，在狂风暴雨中替我们守住了那一点星火。如果没有他，也许孔子后裔的香火已断，中华道统从此无人奉祀。而正是因为他站在风雨中苦撑，儒家的血脉没有中断，传统的礼乐没有从此绝响。孔德成的故事告诉我们，文化之根可以移植到远方土壤并重获新生，只要有人在坚守，道统就不会泯灭。在蒋介石迁台的人才中，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师也赫然在列，其中物理学家吴大猷就是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现代物理学之父。吴大猷早年留学欧美，学成归国后投身教育，在北京大学和中研院都有重要职务。1949年，大陆知识界面临抉择时，吴大猷恰巧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他洞察局势，风云变色，毅然决定留在自由世界，没有返回落入共产党掌控的中国大陆。这个决定使他免于此后政治运动的种种劫难，也让他得以在科学殿堂继续攀登。当时中共为了招揽海外科学家，可谓软硬兼施。1950年代初，他们多次电邀吴大猷回国效力，开出丰厚待遇。然而吴大猷并不为所动，他太清楚集权体制对科研自由的戕害。事实很快证明了他的远见。50年代末的大跃进和随后的反右浪潮，使中国大陆学术界陷入空前混乱，许多顶尖科学家或被打成右派，或被迫转行劳动。与此同时，吴大猷在美国的实验室里却能心无旁骛地研究物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桃李满天下。1962年，在胡适等人的积极奔走下，吴大猷受邀出任台湾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协助规划台湾的科学发展蓝图。他毅然放弃美国教授的优渥条件，
来到资源匮乏的台北，开始白手起家。吴大猷清楚地知道，台湾要站稳脚跟，经济和科技实力缺一不可。他制定科学发展5年计划，大力培养年轻科研人才，被誉为台湾科技界的奠基人之一。后来他还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长达11年，从1983年至1994年，延揽无数海内外优秀学者回台服务。可以说，今日台湾在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上的实力，有很大一部分源自吴大猷当年的前瞻布局和苦心耕耘。吴大猷还有一层特殊身份，他是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时的指导教授之一。李、杨两人在回忆录中都尊称吴大猷为严师，感激他对科研方法的严谨教诲。试想，如果吴大猷当年回了大陆，他能取得同样的成就吗？极有可能无法。因为在1950年代的大陆，院士下放农村养猪的荒唐事并不罕见，许多优秀的科学家被贬斥浪费，一旦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再高的才华也施展不开。而吴大猷留在自由世界，不仅自己取得学术突破，更为两岸华人都培养了物理奇才。这种回荡半个世纪的影响是统计数字无法衡量的。大陆教科书长期对吴大猷只字不提，因为他是拒绝回国的人才。但如今，随着两岸交流增加，越来越多大陆学子在海外读到吴大猷的经典教材、普通物理学等，才惊觉原来这位物理大师是中国人，而且当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吴大猷用行动证明，真正爱国的方式不一定非要留在原地，他以自己的方式让中国人扬眉吐气。在台湾，他创建的研究机构出成果，在国际期刊上让世界听到华人的声音。而在大陆，直到80年代才开始拨乱反正，重新重视基础科学，已经落后了几十年。历史常常在无声处转折，吴大猷的一小步成就了华人科学界的一大步。他的故事虽没有战火硝烟，却一样动人心魄。在那知识分子最黑暗的年代，吴大猷选择了给科学一片自由的天空，也给民族保留了一份宝贵的实证理性精神。这样的国宝级人物，无论身在何处，都值得我们敬重和感激。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艺术领域的一代大师张大千。这位被西方誉为东方之笔的国画大师，其传奇人生本身就是一幅跌宕起伏的画卷，而他在败退台湾过程中的惊险故事更是广为流传，扣人心弦。时光回到1949年冬天，国民政府在大西南节节败退，成都新津机场一架准备最后撤离的专机已经塞满了高官和行李，再也腾不出空间。此时只见尘土飞扬中，一辆黑色小轿车风驰电掣闯入机场，车门甫一停稳，一位身穿长袍留着长须的男子健步跳下车来，正是张大千。他气喘吁吁地找到现场指挥撤退的教育部长杭立武，开口便说自己带来了78幅临摹自敦煌壁画的绝世珍品，恳请和这批画一起登机撤离。杭立武闻言大吃一惊，78幅画，此刻飞机已极度超载，多带一个人都困难，何况这么多画作还装在沉重的画箱里。现场其他官员也连连摆手，直说不可能。张大千情急之下搬出杀手锏，这些画虽是临摹之作，可价值绝不下于国宝原件，如果丢在这里，共军一来肯定完了。原来张大千在1941年曾远赴敦煌莫高窟，只身卧薪尝胆，临摹了大量壁画精品，这78幅正是他的多年心血所在，每一幅都凝聚着古代艺术的华彩与张大千的才情。他说什么也不愿让这批画葬送在战火中。杭立武深知这批画的重要性，它们不只是纸上丹青，而是连接古今艺术命脉的桥梁。可飞机确实载重已达极限，怎么办？杭立武环顾四周，目光落在行政院长阎锡山的2大箱行李上，心中有了计较。他把教育部同僚陈立夫和朱家骅拉到一旁，低声道：保护文物是我的责任，这画非带走不可。只有一个办法，说服阎锡山把他的黄金留下。原来阎锡山为防资金落入共军之手，随身携带了2箱黄金响运台，导致整架飞机不堪重负。杭立武当即走向阎锡山，
据理力争的恳求他割爱黄金，以换取大师及画作的性命和国宝平安。阎锡山起初脸色铁青不语，毕竟这可是他苦心带出来的命根子。但眼见现场所有同僚的目光都投射过来，他也明白事理轻重，黄金带不上，可以再想办法运。可若因自己财物误了整机人员安危，乃至中华珍贵画作，那就千古罪人了。终于，在众人屏息等待中，阎锡山点了点头，命令一下，几名士兵咬牙将那2箱黄金抬下了飞机，空出的重量正好装下张大千和他的画箱。于是最后一班离川专机载着5名党国要员、1位艺术大师、2箱黄金，另一箱阎锡山还是紧抱着不放，以及78幅无价之宝，直飞台北松山机场。画作安全抵台后，杭立武立即按照政府指示将他们送交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馆联合管理处妥善保管。经清点，发现这78幅中有62幅是敦煌壁画临摹本，其余16幅则是张大千多年收藏的历代名画原作。这批画在台北被视若珍宝。试想，如果没有张大千力排众议带出来，敦煌艺术的这份瑰丽副本也许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我们知道，后来文革期间，敦煌不少真迹都遭破坏或偷盗，张大千的临摹本就更加显得弥足珍贵，它们成为研究莫高窟艺术的重要参考，被誉为另类国宝。然而故事还没完，张大千虽然把画交给国家保管，但他内心对爱画如命，始终舍不得真的割爱。他表面答应杭立武要遵守承诺，心中却暗暗寻思如何把画取回自己手中。果不其然，抵台仅几日，张大千便以一个堂堂正正的理由提出暂借画作，我要把敦煌壁画带到国外办巡回展览，弘扬中华艺术。杭立武明知这只是借口，但转念一想，画作出国展出也能宣传中国文化，何乐而不为？于是没有多做阻拦，只是一再叮嘱张大千展览结束后务必将画送回。张大千满口答应，带着画作离开台湾，先后在印度、新加坡、美国等地举办画展，场场轰动。他自己则在海外辗转旅居，最后定居巴西圣保罗附近，开辟了一座颇具东方意境的庄园，名曰巴德园。直到1969年，张大千终于将那批敦煌临摹画通过朋友托运归还台湾，信守了诺言。20年离合，国宝们总算物归原主，杭立武在天之灵也可以瞑目了。张大千此后移居美国加州，晚年定居台湾摩耶精舍，在山水间潜心绘画创作。他以毕生精力融合古今中西画法，自创泼墨泼彩的奇绝画风，被誉为500年来一大千。如果没有当年那架飞机上的惊险抉择，也许张大千连人带画都将陷落大陆，他未来的辉煌将戛然而止。不妨看看留在大陆的另一位国画大师普心奢，爱新觉罗溥儒。他是清朝宗室，画坛翘楚，却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佳作散佚，结局无比凄惨。张大千幸运地逃过此劫，他的艺术才华得以在自由土地上尽情挥洒，不仅保住了传统中国画脉络，还将其带到世界舞台。据说西班牙画坛巨匠毕卡索见过张大千的作品后，惊叹不已地说，东方只有2位画家，一位是张大千，一位是我。虽是调侃，但足见张大千在国际上的崇高地位。对于这样一位身怀绝技的国宝人物，大陆长期将他视为资产阶级画师，甚少宣传他对艺术的贡献。直到最近几十年，随着文化观念开放，张大千的名字在大陆才重新被敬仰。他的画在拍卖市场上屡创天价，展览也门庭若市。当年扔黄金旧画的壮举更被后人传为美谈。黄金有价，艺术无价。张大千用行动诠释了这句话。他带来台湾的不仅是78幅画，更是一整套中华艺术的精髓与理念。那些画作和他的弟子们在台湾开枝散叶，塑造了战后台湾艺术的高度。而大陆经历文革断层后，国画领域直到改革开放才艰难复兴，期间损失之大无法估量。张大千最后于1983年在台北辞世，享年84岁。他临终留给世人的
不是遗憾，而是一座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他曾说，庸人看山水，高手看笔墨。他用自己的笔墨连接了古老的东方审美与现代人的视野。大陆和台湾的教科书或许无法完整呈现他传奇的生命故事，但他的画早已跨越了政治界限，被全世界珍视。黄金会腐朽，画作却永存。张大千以一己之力让中国绘画这颗明珠在国际艺坛大放异彩，这比任何黄金财宝都要珍贵千倍。接下来出场的是考古学泰斗李济，他被尊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曾在殷墟发掘甲骨文，在山西夏县发掘二里头文化，是中国近代田野考古的开拓者。李济早在1928年就主持殷墟小屯村的发掘，亲手将尘封3000年的商代甲骨文带入现代视野。可以说，没有李济，就没有后来对商朝历史的系统认识。国共内战后期时局动荡，李济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所长，镇守着民国学术重镇之一。史语所在抗战中南迁云南，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收藏有惊人的文化遗产，数万片殷墟、甲骨、青铜礼器、陶瓷器、考古日志档案，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见证。然而，当共军兵临南京城下时，李济陷入了艰难的抉择，是留在大陆守着这批国宝，还是冒险将其转移？想必无眠的夜里，他无数次问自己，如果留下，能保住文物吗？万一落入极端政治之手，被毁坏或中断研究怎么办？李济深知，留在原地恐怕只能听天由命，不如带着文明的种子，寻找一块安全的土壤。于是，在蒋介石的部署下，1949年初，史语所紧急启动南迁计划，李济领衔，将大批珍贵文物和书刊分批装箱运往台湾。有一艘军舰满载着这批学术珍宝，从上海起航横渡海峡，途中历经风浪颠簸。李济焦急地等在基隆港，见到运载文物的木箱平安卸下，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中华文明的智慧之火没有熄灭。随后他辗转到达台中雾峰，在那里的林家花园暂时安顿史语所。同他一道抵台的还有他的同事董作宾、赵元任、袁家华等一批学者，他们带来了史语所完整的学术传承，使台湾在战后奇迹般地继续了中国现代考古与人类学研究。李济在台湾从零开始重建史语所，整理殷墟甲骨文，出版《殷墟卜辞坠饰》等重要成果。他在台湾发掘考古遗址，训练新一代学生，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由于这批学人薪火相传，台湾成为海外中国考古学重镇，研究水平在亚洲名列前茅。与此同时，我们看看大陆发生了什么。50、60年代，大陆也有继续殷墟考古，出了不少发现，这固然可喜，但学术研究却被政治干预频频打断。文革期间，考古学被视作为封建王朝捡骨头，很多考古队被迫停止，专家学者遭批斗，宝贵资料散佚毁坏。直到文革结束后，考古学才重新得到证明。所幸李济等人带走的那批甲骨文和文物，在台湾安然无恙地保存下来，并持续研究整理，没受到半点破坏。这里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插曲，早年李济在大陆主持殷墟发掘时，曾有一位得力助手叫郭沫若。是的，就是后来成为中共御用文人的郭沫若。郭早年对甲骨文研究非常投入，和李济合作密切。但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成了政坛红人，主抓文化工作。他对史前考古的兴趣慢慢被政治冲淡，更多是在报章上发表符合政治需要的历史论断。譬如，他为迎合政治论调，声称殷商是奴隶主残暴，最终被奴隶起义推翻等等。许多真正的考古证据被他选择性忽视或歪曲，而此时的李济远在台湾埋首于灰尘泥土之中，用科学方法解读甲骨卜辞，复原商代历史图景。两位旧时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李济为人低调，不善言辞，但他的事迹却如同中流砥柱般稳稳支撑起战后台湾的人文科学大厦。后辈学生评价他一身考古泥，一心中国魂。他用行动守护了中国学术的尊严，也保存了祖先的声音。甲骨文卜辞记录的正是3000年前商朝先人的日常与信仰。
试想，如果那些甲骨文碎片在文革中被熔了制铁，或者散落民间，那将是多么巨大的文化损失。李济的明智与果敢，让我们今天仍能聆听到商王朝来自悠远岁月的声音。1979年，李济在台北辞世，享年84岁。他临终前嘱咐学生们继续把殷墟研究做下去，把中国上古史讲清楚。这句简单的话背后是他一生的执着与梦想。大陆教科书或许会提到李济早期的考古功绩，但着墨不多。然而在台湾和国际学术界，他被永远铭记为一位保存文明火种的伟大守护者。两岸如今都在挖掘祖先遗存，但别忘了，那些年如果没有李济费力带走大量宝贵资料，许多谜团也许永远无法破解。李济，一位手握铁锹、心系史魂的国宝级人物，他用一生告诉我们，考古不是替古人寻墓志铭，而是为今人留根留魂。他带走的不仅是几箱甲骨文列列纸片，更是整段历史和文化的 DNA。 在台湾这片乐土上，这些文化基因没有断裂，反而找到了新的生机。与李济并肩同行的还有另一位甲骨学宗师董作宾。董作宾字彦堂，是甲骨文四堂之一，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他在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尤其擅长根据甲骨契刻来推定商代的纪年和王系，被称为甲骨占卜大师。李济曾赞誉董作宾，不读董先生的研究，不足以谈殷商史。如前所述，10余所的甲骨文藏品和人员在1949年前后集体南迁台湾，董作宾也随之漂洋过海，把半生心血投入的甲骨收藏一起带到了台湾。此时的他年过半百，但仍精神矍铄，渴望在异乡继续魏晋事业。来台后，他担任10余所甲骨研究室主任，夜以继日整理过去在殷墟发掘的卜辞材料。有段时间，他甚至每天工作16小时，挑灯夜战，编纂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等巨著。旁人劝他保重身体，董先生却笑说，与其让脑子生锈，不如让它运转起来。那时的台湾物资匮乏，他就在简陋的平房里铺开拓本，依靠仅存的几台显微镜和放大镜反复校勘。他还经常与李济讨论破解疑难字。两位甲骨大神异地重逢，相对一笑，感慨万千。谁能想到风雨飘摇中，他们还能一起研究甲骨？这或许就是天意吧。董作宾在台湾最辉煌的学术成果之一，是首次提出科学的商代甲骨文断代方法。他通过统计龟甲骨片的形制、刻词特征，把殷墟甲骨卜辞分成5期，推定了商王朝后期自文丁以降诸王的系谱和年代顺序。这个甲骨文断代研究法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商代历史的了解。该成果后来由10余所出版，在国际学界引起轰动，被誉为科学与人文结合的典范。但是常年超负荷的工作终究损耗了董先生的健康。1963年冬天，董作宾突发中风，医生极力抢救，但回天乏术，他与世长辞，享年69岁。他的离去对台湾学术界是巨大损失，数百位弟子和钦佩他的后辈恭送灵柩，场面哀痛而肃穆。令人唏嘘的是，就在同一年，大陆的另一位甲骨专家郭沫若也出版了一部甲骨研究专著，但内容充斥着以政治观点曲解古史的结论，被学界评价为文学价值大于学术价值。相形之下，董作宾严谨治学的态度更显可贵。董作宾走后，他毕生珍藏的一批精拓殷墟、甲骨文和考试笔记留在了台湾，继续由他的学生们整理出版。他的弟子许进雄、曾毅等人在台湾发扬师门血统，今日仍活跃于甲骨文研究领域。而大陆直到80年代才重新组建甲骨文研究团队，开始对以往因政治干扰而停滞的研究进行补课。董作宾作为甲骨权威，他留下的一段小轶事颇具传奇色彩。相传他青年时曾半开玩笑地用传统术数给自己卜了一卦，结果显示他的寿命将至，69岁终结。他将信将疑，但也不以为意，岂料一语成谶，他果然在69岁这年溘然长逝。虽然这只是巧合，但不免让人联想起他那深入骨髓的卜辞研究。不
不知临终时他是否还在思索着哪一片甲骨上未解的文字。大陆课本对董作宾着墨甚少，而在国际汉学领域，他被视为解读远古文明密码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带到台湾的知识与资料，使得中华文明最古老的一章得以续写在自由的土地上。倘若他选择留在大陆，很难想象会有如此宽松的环境，让他完成那惊人的断代研究。要知道，文化高压下，考古也难逃政治审查的厄运，而他的决策让台湾成了50、60年代全球甲骨学研究的一片绿洲。董作宾一生和冰冷的甲骨为伴，却以炙热的赤子之心来破译他们。这位背井离乡的国宝级学者，在台湾完成了对殷商文明最后的呼唤。他临终没有豪言壮语，但他留给后人的庞大著述就是最好的遗言。古老的汉字中蕴藏的信息，等待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去倾听，去发掘。董作宾的故事平实无奇，却隐隐透着一种宿命般的壮美。当历史选中了他，他义无反顾把握住机会，为中华文明续命。这样的默默奉献者，难道不比黄金还珍贵吗？10位国宝级人物中，有1位是传统国学的大师级人物，他没有直接随政府撤台，却与这场文化转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就是历史学家钱穆。钱穆在大陆时已是享誉学界的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等经典。他一生致力于阐发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的精髓，被尊称为一代宗师。国共内战末期，钱穆先生先是辗转到了香港，在那里他与同道创办了新亚书院，寄望以教育薪火保留中华文化的道统。当时的香港局势尚算平静，但钱穆心里明白，香港只是弹丸之地，难保长久。果然，1950年代初，中共在港势力猖獗，一度企图染指新亚书院的运作。钱穆宁可勒紧裤腰带四处募款，也不愿让左倾势力渗透校园。他坚守着新亚要办成将来中国自由学术的种子。在台湾方面，蒋介石深知钱穆的分量，多次派人敦请他来台讲学。钱穆出于对留港学生的责任，几次婉拒。但1959年，他最器重的弟子唐君毅等人赴台北筹办中国文化学院，向钱穆发出了诚挚邀请。这一次，64岁的钱穆终于点头，同意前往台湾参与文化学术建设。对他而言，香港的任务已告一段落，新亚书院有年轻一代接棒，而台湾那边或许更需要他。钱穆抵台后，立刻受到如饥似渴的年轻学子的热烈欢迎。他开设中国历史、国学导读等课，纵论古今，倾囊相授，每堂课学生都坐满走廊。他主张通人教育，强调融会贯通，培养健全人格，而非狭隘专才。这套教育理念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学院，后更名为中国文化大学，和整个台湾的人文教育方向。几年后，钱穆离开文化学院，但他的讲义和书籍广为流传，成为无数台湾学生认识中国传统的入门钥匙。钱穆一生中经历了北大教授的辉煌，也品尝过颠沛流离的苦楚。然而无论环境怎样，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信念。他曾感叹，共产党毁我河山，更可怕是毁我文化心。他看到大陆疯狂破四旧，传统伦理礼教被横扫，内心无比痛惜。他认为中国若彻底断了传统之根，民族精神将沦为无本之木。因此，在台湾的日子里，他夜以继日写作，力图以文字悬钟，为后世保存文化根脉。他写下《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作品，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年轻人阐释中国文化的优点和过去政治的经验教训。1964年，毛泽东发动文化浩劫前夕，钱穆痛心的预言，假如中共继续践踏传统，中国将陷入文化虚无，终将自食其果。果然，一语成谶。当文革10年过去，整整一代大陆青年成了断了根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既无知又蔑视，留下深重创伤。与此同时，台湾因为有钱穆等一批学者撑着，国学研究和传统教育从未中断，反而枝繁叶茂。70年代末，大陆开始捡回传统时，
纷纷参考借鉴的对象正是台湾和香港保存下来的文化成果。钱穆的著作被重新印行，他对历史和文化的观点开始为大陆学界证明。1985年，大陆还邀请已90高龄的钱穆回乡探亲，然而钱老先生婉拒了。有人问他为何不回去看看，他淡淡说：“我眼里的故国已经留在40年前。”言下之意，今日之大陆已非他记忆中的故国，中华文化在那里遭毁灭性的打击，令他心寒。钱穆终身未有子嗣，但他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如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同样是响当当的文化巨擘，合称新儒家。他们在海外提出重建中华文化价值体系，影响甚远。可以说，钱穆虽不是直接跟随蒋介石飞台的那批人，但他的思想和学脉却毫无疑问在台湾扎了根。蒋经国晚年推动社会本土化改革时，就曾多次引用钱穆的论述，甚至连近年大陆兴起的国学热，其思想资源有很大一部分是溯源于钱穆等新儒家的观点。1990年，钱穆先生在台北安详离世，终年95岁。他最后的遗稿名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其中阐发了他对传统文化在现代世界意义的思考。他相信，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中庸和谐等思想对解决人类面临的心灵困境仍有启示。他是怀着对文化未来的希冀离开人世的。试想，如果钱穆当年留在大陆，他极可能在反右中被打倒，在文革中遭折磨，他深厚的学问可能埋没，甚至被迫改口迎合。而他选择了离开，虽历经流离，却保存了一身书香傲骨，并将之传给后人。大陆教科书或许标榜4大发明等物质遗产，但对于文化精神的承传，很长时间里是一片空白。钱穆填补了这片空白，他让传统文化的根深植在台湾和海外，没有被极端意识形态连根拔起。当年蒋介石带走钱穆，并非身体意义，而是一种精神延揽。他带走的是一门学脉，一种信念。钱穆是真正的国宝，因为国之根本在文化，而文化的守护神正是像他这样的大儒。一位老人，2只手留下一册册厚重的著作，那价值远远超过成千上万吨黄金珠宝。多少年后，当人们反思20世纪中国的文化命运，钱穆这个名字熠熠生辉。压轴登场的是于右任，一位传奇的诗人、书法家、革命元老。他或许是这10人中年纪最大、经历最沧桑的一位。于右任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是同盟会元老，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民国成立后，他历任监察院长、考试院长等高位，同时以书法闻名天下，被誉为当代草圣。他的草书奔放潇洒，自成一家，与其豪迈不羁的性格如出一辙。1949年，于右任已是70高龄，眼看风雨飘摇，他义无反顾跟随蒋介石来到台湾。有人劝他：“于老，您年事已高，何必再颠沛流离？”于右任慨然道：“吾辈革命至死不渝，焉能中途退却？”来台后，于右任出任监察院长，在政治上继续发挥余热。然而比起官职，他内心更牵挂的是故土和民族前途。随着年岁渐高，他愈发思念家乡陕西三原的故园，那里有他的先人坟茔和童年记忆。然而海峡阻隔，国仇家恨未了，他只能把所有情感寄托于诗词书法。于右任有首诗，望故乡最能表露他的心声：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每当写到这里，他总是老泪纵横。据说他后来将这首诗书写成长长的卷轴，挂在卧室对面，每日凝视许久。1964年，于右任的身体每况愈下，入住台北荣民总医院。他躺在病榻上，仍念念不忘国家统一。弥留之际，老部下杨亮公来探望他，只见于右任虚弱地抬起手，比划出2个手势。杨亮公会意，点头含泪道：“是，老院长，我们一定会统一。”于右任微微颔首，随即安详闭上双眼，走完了他传奇而沧桑的一生，享年86岁。于右任临终前虽未留下遗言，但人们把他写下的那首《望大陆》诗当作他的遗嘱。
他的遗体安葬在台北近郊的观音山路，墓地选在一个视野开阔的山丘，遥对祖国大陆的方向。几年后，台湾在东部的玉山之巅还树立起他的半身铜像，目光穿越云海，永远凝望着西方地平线那不可相见的故土。于老临终前的那个手势之谜，至今余韵犹存。有人说，那2个一字手势是他用最后力气写出。11意指双十节，中华民国国庆将至，盼两岸团圆。也有人认为，那是他在告诫后人，一个中国不可分裂。无论解读如何，这位草圣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生谢幕，其胸怀和气概令人肃然起敬。于右任在台湾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创办的标准草书规范了汉字草书写法，至今是书法学习者的范本。他的诗词真挚豪放，充满家国情怀，许多台湾人能背诵他的《望大陆》。在政治上，他也始终警醒后辈，不要忘记光复大陆的志业。当年他用自己的鲜血在宣纸上写下孙中山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表达反共复国的决心。这幅血书后来被供奉在台北中正纪念堂，震慑人心。可以说，于右任是蒋介石带来台湾的三宝之一，黄金、故宫文物和他这样的精神领袖。黄金会花光，文物能保存，唯有精神领袖能为动荡中的人心注入力量。台湾戒严时代，那些年轻将士唱着军歌，腰间插着于右任书写的反攻大陆飘带，把它当作不灭的旗帜。大陆方面，官方教材长期对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然而民间对他却另有评价，许多老一辈共产党人其实敬佩于右任的人品和才华。周恩来就曾说，于右任这样的人，如果在延安，毛主席也会敬他3分。但革命立场使然，大陆难以公开歌颂这位反动派中的奇男子。直至近年，文化界才慢慢解禁他的书法艺术和部分诗作，人们重新认识到，原来那首动人的《望大陆》诗是他写的，原来毛笔字写得这么潇洒的人是于右任。惊叹之余，也是一声长叹。这样赤胆忠心的爱国者，被政治的藩篱隔开了大半个世纪，不能不说是民族的悲剧。于右任无疑是国宝级的人物，他身上凝聚的不仅是一门书法艺术，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与对国家的深情。他一生追随孙中山，经历北伐、中原大战、抗日、内战，沧海浮沉而初心不改，最后客死异乡。但心系家国的诗篇足以让后人铭记千秋。当他离开人世时，许多人哭着说，台湾的天变矮了，因为于老一走，仿佛天都失去了栋梁。然而他留给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将长存。正如那矗立高山永望大陆的铜像诠释着何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回首这10位随蒋介石赴台的国宝级人物，有新文化运动领袖，有自由派史学大咖，有大学校长、艺术巨匠、考古权威、国学宗师、革命老人。他们看似分属不同领域，却在民族存亡之秋做出了相同的抉择，将自身所承载的文化、学术火种辗转带往台湾延续下去。这些火种在台湾落地生根，照亮了战后的暗夜，使得中华文明没有在某个极端年代彻底熄灭。如果说黄金和故宫文物是有形的财富，那么这批人就是无形的国宝。他们对台湾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们自己当时的想象。教科书上常常强调经济、建设或军事成败，对文化与人才的转移琢磨不多。但历史告诉我们，一场政权更迭不仅是地盘与金银的转移，更是知识和智慧的流动。1949年的大撤退使中华文化精英分成了2支，留在大陆的一支陷入漫长的政治风暴，许多人含冤九泉；来到台湾的一支则艰难重建家园，把文化根脉保存了下来。20年后的文革浩劫将大陆传统文化连根拔起，而台湾却因这批人还保有传统的种子，成了海外华人社会的文化灯塔。可以这样说，蒋介石带走的这些人才，为台湾战后的现代化奠定了知识和文化的基础。他们打造的大学、研究所、艺术殿堂，培养出无数杰出人才，
支撑起了台湾的经济腾飞与社会繁荣。没有他们，台湾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间从战败萧条中崛起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或许有人会问，那些留在大陆的大师们难道就毫无成就吗？事实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新中国前期也做出了一定贡献，例如两弹一星、科学院建设等等，不能一概抹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几乎每一位留镇的大师都经历了命运的颠簸折磨。例如北大校长马寅初因直言经济问题被批倒，语言学家陈寅恪在文革中抱恨而终，历史学家陈元最后也沦为牛鬼蛇神受批判。这些故事即使在大陆也见为人知。对比而言，当年来台的学人虽也历经艰难，但大都善终，并把学问代代相传。胡适逝世时，数千台湾青年自发为他送行，场景感人。傅斯年的铜像矗立在台大校园，每年校庆都有学生献花。梅贻琦的教育理念仍为两岸学者称颂。张大千的画作在全球巡展，身价千金。孔德成的长子继续孔家奉祀香火，道统延绵。吴大猷的学生拿下诺贝尔奖，在世界舞台为华人争光。李济的甲骨藏品完璧归赵，如今两岸学者共享研究。董作宾的甲骨文著作再版多次，甲骨断代体系成为经典。钱穆的思想遍及两岸三地，引领国学复兴风潮。于右任的一首诗让无数炎黄子孙泪洒衣襟，这一桩桩一件件，难道不比冰冷的教科书有力得多吗？有人说，历史是一条大河，人是石子，投下去涟漪几圈就消失了。但我宁愿相信，伟大的人能激起的浪花足以影响河流的走向。蒋介石当年带走的这10位国宝级人物，便是那颗颗石子，在暗潮汹涌的历史洪流中激荡出壮丽的浪涛。他们的抉择和命运深刻地改变了台湾，也深刻地启示了整个中国。黄金总有耗尽时，政权也有兴替日，但文化与智慧一旦传承下去，就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长河。如今，在两岸都日益重视传统文化和知识价值的时代，我们回望这段尘封往事，内心除了唏嘘，更多的是感激与敬意。感激前人为我们保存了弥足珍贵的文明血脉，敬意那些用生命诠释知识就是国宝的人。正因为他们的存在，才有今日两岸文化的交相辉映，才有华夏文明绝处逢生的奇迹。历史没有忘记他们，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当年课本不肯细说的真相。如今我们应细细体会，原来真正撑起民族未来的，不仅仅是铁与血，还有纸与笔、诗与剑、德与魂。最后再次读一读于右任先生的《望大陆》，此刻体会尤深那些遥望故国的身影背后，是对我们这代人的殷切期望。山之高，盼不断文化之根；海之阔，隔不断民族之魂。这就是比黄金还珍贵的国宝留给我们的无价遗产。让历史的浪涛将真相带给更多人吧，让泪水化为力量，让我们珍惜当下的和平与文化复兴契机，不再重演离乱之痛。每一位读到这里的人，或许都能从这些故事中汲取一份智慧与勇气，去面对属于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历史的接力棒如今握在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要跑好属于自己的这一程，无愧那些远去的背影。愿九泉之下的先贤英灵得见，他们当年苦苦守护的文化血脉，正如高山长青，沧海长存。